萧炎，这东西似乎很适合你，必须将其拿下。内塔之主在看到萧炎那炽热的目光后，自然知晓他对火焰之心的渴望程度不亚于现场的任何一位。此物我萧炎要定了，在10年后的神葬中，或许融合了这道火焰之心的力量环，能够与来自神界域世界的那些恐怖存在都可以斗上一斗。萧炎紧紧地握拢自己的拳头，身上的气息也不受控制地外露出去。这股气息怎么如此炙热？难道他是火道修炼者？很快，众人之中有人目光看向萧炎，立马惊呼道：“好强大的火道气息！如果让一位修炼火道的修炼者获得火焰之心，那岂不是无敌的存在了？这火焰之心是我的，即便他是火道修炼者，也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或许是火焰之心的诱惑力太过强大，直接让现场的每一位势力强者都冲昏了头脑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与萧炎之间的实力差距以及财力的差距。而萧炎的炙热气息弥漫出来后，那位异毒势力的男子目光凝视而去，心中暗自道：竟然真的是修炼火道之人，而且从他的气息来看，对方对火道的领悟怕是早已极深了，有点意思。坐在萧炎他们正对面的黑衣男子看到这一幕，表情立马无比的阴沉下来，一道沙哑阴沉之声，小到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到。你的火焰之道竟然已经达到这种恐怖的层次了。不过这火焰之心不是你的，而是我。神脉会广场上的气氛达到了顶点，每个人都等待着神脉师的起拍价，同时他们都认为自己才是最终胜者，将这道火焰之心自己的收入囊中。在这场神脉会最后一轮，也进行到了万界式的财力大比拼。起拍下110圣元。神脉师的声音如同一道惊雷，在神脉会的空间中回荡。110的起拍价仿佛只是点燃了众人心中竞价火焰之心的火种，随着一次次的加价，空气中的紧张与激动交织成一团热浪，几乎要将这片空间给扭曲。其中那些神势力、超神势力以及超神巅峰势力的强者们，其目光灼灼，如同能喷射出实质火焰的瞳孔。每当价格被刷新，他们脸上的肌肉就会绷紧一分，似乎在默默承受着不断攀升的数字带来的心理压力。神脉会进行到这一刻，整个氛围异常的紧张凝重，连呼吸声都显得格外沉重。金色的拍卖锤在神脉师的手中敲响，每一次在空中挥舞，每一次落锤都伴随着一次价格的飞跃。竞拍者们的表情竞价越来越高中，愈发显得扭曲，他们的嘴角紧抿，额头上隐隐可见细密的汗珠，手中的竞价牌如同握着权柄的权杖，每一次举起都是对火焰之心的呼唤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火焰之心的价格已经飙升到200亿圣元，但仍旧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。在这样的场景中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极为漫长，仿佛整个世界的时钟都在为这最后一场的神脉会中而暂停。每个人的心跳都在为那道火焰之心而同步跳动，仿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，他们才能真正地感受到那股炙热的恐怖力量在自己体内燃烧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股恐怖的力量突然席卷整个神脉会现场，让所有的声音瞬间沉寂，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了这股力量的来源处。那正是坐在萧炎他们正面对的黑衣男子，在其身边还有一位黑衣身影，从神脉会开始都如影随形般静默在人群中，他的目光始终冷静而深邃，仿佛一切喧嚣与他无关。然而此刻，那位黑衣男子终于为自己势在必得的火焰之心开始了行动。黑衣男子的声音阴沉而充满恐怖的威慑力，道：劝你们不要与本神竞价，这火焰之心只属于本神。声音不大，却在一瞬间让整个神脉会陷入一场死寂。他的身上散发出的恐怖气息如同实质，无形中压迫着每一个人的呼吸。周围的人群感受到那股突如其来的恐怖压迫感，面色骤变，惊惧之色不由自主地浮现。他们此时才知道，这位黑衣男子并非池中之物，其真正实力远非他们所能与之抗衡。刚刚还想要胆敢竞价的势力强者，因为这句话而颤抖着收回了手。他深知继续下去，非但得不到火焰之心，更有可能招来无妄之灾。其他众势力强者亦是如此，眼神中充斥着对眼前黑衣男子的恐惧。黑衣男子的眼神淡然扫过那些退缩的身影，似乎对这种结果早已预料。众人可以感觉到对方这道恐怖气息中隐藏的杀机。他们先是看向火焰之心，再看向竞拍台上所显示的竞价，已经是高达28000亿。即便他们这些势力强者掏空所有资金，也无法凑齐28000亿圣元，那相当于足足的2800亿枚神器丹。同时，众人又在黑衣男子的恐怖气势下，直接劝退了大部分的势力强者。他们开始纷纷弃权竞价，只留现场为数不多的势力还在坚持。随着竞价的不断攀升，原本信心满满的那些坚持下来的势力强者开始露出疲态。300亿，那是一个天文数字，足以让任何势力都开始犹豫。即便是以超神巅峰势力的财力，也开始放弃了。他们的脸上写满了无奈与不甘，但更多的是对那位黑衣男子的忌惮。因为那人给他们的感觉十分的危险，所以他们也非常的识时务，直接不选择继续出价。就在气氛几乎凝固之时，一道霸气的声音划破了现场的沉默。320亿。丹神塔所在的某个位置上响起这个声音，
如同一声惊雷，让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了声音来源的方向。而神脉会的广场中的空气也因为这突然的竞价而变得高涨。黑衣男子的眉头微微一挑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。他知道这场关于火焰之心的争夺才刚刚开始。而刚刚出嫁的人便是萧炎，他依旧坐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，他的笑容中透出一丝不容置疑的坚定。不好意思，火焰之心它只属于炎帝。当萧炎轻描淡写地说出这句话时，整个场面仿佛被一股无形的炙热波动所震撼。而且萧炎最后2个字更像是刻意去说的，仿佛是讲给某个人听一般。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因他的声音而变得有些炙热起来，竞价者们的喧哗声戛然而止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这位突然发生的萧炎身。是丹神塔的人终于出手了。记得上一届神脉会最后之物是一道造化神器，最终被丹神塔竞拍获得。不知道这一次他们能否再一次成为最后一物的获得者。众人也知晓，丹神塔是整个万界神州中财力仅次于皇国的存在。既然他们都已经主动弃权，倒不如看一看这道火焰之心的最终精彩的竞价对决究竟会花落谁家。丹神塔，一个在神脉会中威名远扬的存在，上一届的造化神器便是他们以庞大的财力压群雄所得。而现在萧炎的这番话无疑是在向那位黑衣男子宣告，他代表的丹神塔再次出手，目标直指火焰之心。这一声明如同一道命令，让在场所有人心情复杂，而更多的势力强者更偏向于丹神塔这方，同时也算是在宣泄刚刚对黑衣男子的不满。黑衣男子的目光如刀，穿透人群，最后落在了正面对的萧炎身上。他的眼神微眯，似乎在衡量着萧炎的真正实力。逐渐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又压抑的气息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即将到来的竞价风暴。恐怖的气息在黑衣男子身上隐隐流转，似乎在告诉所有人，他对火焰之心是绝对的势在必得。炎帝很有意思，但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拿走，包括你。350亿。黑衣男子的话语刚落，一股肃杀之气如狂风暴雨般肆虐开来，空气仿佛被他的气势撕裂，空间波动扭曲成一幅幅诡异的场景。萧炎也毫不示弱，体内的神之力量激荡而出，如同怒海中翻滚的波涛，与对方的恐怖气息硬碰在一起。整个神脉会广场的空气中响起一阵阵双方能量对拼的爆裂声。然而萧炎和那位黑衣男子对神脉会的规则均有所顾忌，他们将各自的力量在即将释放出破坏的边缘巧妙地收敛，使得周围的环境免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。萧炎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声音冷冽如冰，400亿。这数字一出，场中气氛更为高涨起来。黑衣男子眼中闪过一丝意外，但很快恢复平静，他的声音如同冰冷的刀锋，带着不容置疑的重量。500亿。这跨越整整100亿的出价，如同一道惊天雷霆，在这片空间中引爆，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。直接一个100亿的跨度，这是多么豪横的财力啊！众人惊叹，这般天价，即便是赫赫有名的丹神塔也得掂量掂量吧。萧炎站在角落里，他的目光如炬，紧紧锁定竞拍台上的那道火焰之心。这道火焰之心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宝物，火焰之心是他的一个绝佳机会，是他走向神之路更高巅峰的时机。萧炎的心中早已做出了决定，无论价格攀升到何等天文数字，他绝不会放手。600亿，又是一次报价，同样也是100亿为跨度的出价。这次不仅仅是观众，连3大君王平日里手眼通天的存在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。这个数字甚至都已经超出了超神巅峰势力的承受范围了。这竞价已经逼近上一届神脉会800亿的最终价格了。神君王坐在高空的王座上，俯视着下面双方此时的超高燃竞价。黑衣男子的眼中闪过一道深邃的黑芒，他看得出萧炎对火焰之心的那一道决心。700亿。800亿。丹神塔这一次竟然又一次出到了800亿圣元，果然是恐怖的底蕴啊！很多众人纷纷暗自咂舌，心中对丹神塔的财力底蕴更是羡慕嫉妒。毕竟丹神塔乃是整个9大界之中所有炼药师的梦想之地，里面的丹方都是其他势力都不曾拥有的稀有高级神丹，而且神之9品的丹药也只有丹神塔中才有。而一颗神之9品的丹药诞生，那在整个市场的含金量都是不可估量的存在，所以也成就的丹神塔的财力底蕴愈发的庞大无比。